或许李连杰做梦都没想到，如今国内的运派动作武侠电影，只有自己的御用儿子还在苦苦坚持。这拳拳到肉的武打效果，让谢苗不仅闯出了一个捉刀人的江湖，也凭一己之力，让观众时隔多年再次看到武侠电影的独有魅力。影片故事线设定在晚唐期间，谢苗饰演的程瞎子杀人非常暴力，却遇到了心性坚强的莫三妹女儿。为了替亲人报仇，两个素不相识的可怜人交织在一起，上演了一场跌宕起伏的快意江湖。小女主名叫小鱼，每天和聋哑的弟弟靠沿街乞讨度日。然而随着天气渐冷，食物匮乏，饿了一天的小鱼不得已潜入附近农家，给弟弟偷点食物充饥。值得庆幸的是，小姐姐发现她不仅没有大声呼喊，还又热心递给了小鱼一块饼子。再给你一个。可小鱼刚咬了一口，一个陌生男人突然一跃而入，捂住小姐姐的嘴巴拽向客厅，随后又进来个面白如纸的书生。此人名叫李九郎，仗着老爹是京城的大官，杀人放火强抢民女是无恶不作。此次得知这家人要去京城告御状，带手下来杀人灭口来了。事后他看到小姐姐还有些姿色，便开口劝说让其从了自己，但灭门的深仇大恨岂能视而不见？小姐姐立马刺向李九郎，可结果却是徒劳无功。李九郎更是动手辣手摧花。杀了小姐姐后，李九郎淡定地擦拭着手上血迹，在抬头时，意外瞥见墙角处露出一双草鞋。他觉得还有落网之鱼，便缓缓靠近，而小鱼则赶紧跳窗逃跑。等众人追出来时，恰好被喝醉的程瞎子打了一下。就这样，小鱼成功躲过了追捕。但令他没想到的是，这群人在拐角处发现了聋哑弟弟，见同样也是穿的草鞋，认为他就是刚才的目击者。李九郎等人直接骑上高头大马，将弟弟当作人球互相传来传去。等小鱼听到动静赶过来时，弟弟已经被活活踩踏致死。看着地上面目全非的尸体，一颗仇恨的种子在小鱼心中生根发芽。他找到附近的捉刀人程瞎子。我知道你很厉害，你就是抓坏人的，你能杀了他们吗？我不会杀人。骗人！出去。小鱼曾经见过程瞎子的手段，那天只是随意挥动几下，就把几个街头混混打成了半残，所以他才会请求程瞎子出手。而如今他被对方拒绝，心思活络的他立即找到一个画师，以祖传的银锁作为报酬，画出李九郎画像贴在了赏金榜上，想以此让程瞎子接单替他杀人。可这点小伎俩怎能逃过程瞎子的一双盲眼？他当天将这个任务放置一旁，挑了另外一个暗杀任务。晚上，小鱼再次找到程瞎子，在得知对方没有接李九郎任务时，开始大声斥责弟弟的死，程瞎子要负一半责任。如果你没救我，那就是我死，小岛不会死。滚！小鱼被无情的给丢了出来。第二天，程瞎子去百里外的渔村执行任务，不料行驶途中，拉车的马儿突然受惊，直愣愣的朝着万丈悬崖冲了过去。好在下坠期间，程瞎子使尽全力抓住了一处峭壁，否则不死也会被摔成半残。结果他刚稳住身形，却脚下一沉，竟是小鱼在下面拽住了他的脚踝。而眼下也没时间管这些琐事，程瞎子用武器裹紧小鱼衣服，让小鱼顺着爬到自己背上。这里也正是两人关系的第一个转折点，因为此事不仅要靠小鱼的精准指挥，程瞎子的每一次落脚点才能万无一失。等两人成功爬上平地后，还要靠小鱼画出地图上的字形，程瞎子方能知道此次的任务地点以及目标姓名。写的什么？我不认识。找着没有？接下来两人徒步而行，小鱼也顺理成章做了程瞎子的眼睛，可程瞎子却对小鱼是放养式照顾。晚上睡觉面对群狼时，只给了小鱼一把匕首独自防身，是死是活全靠天意。